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拉斯坦传奇》。本作出品于1987年，年代非常的早了。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3代，为什么没录制2代呢？因为3作里边2代的口碑是最差的。初代虽然出品年代很早，但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也有比较丰富的武器和道具系统。游戏的长度一共是6关，每一关都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室外的部分、室内的部分，还有王座之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这些武器和道具。武器一共是4种，除了常规的剑之外，还有战斧、流星锤以及火焰剑。但是每一种武器道具拾取之后都有使用的时效。如果想要关卡攻略的比较流畅，那就不要错过这些特殊的武器，也不要在一个地点耽误太多的时间。还需要考虑怎样把这关的最后一把武器保存到 BOSS。其他的道具方面，戒指是增加武器的攻速，项链有了之后再捡取宝石可以得到更高的分数。防具有3种，分别是斗篷、盾牌还有盔甲。斗篷是抵挡掉一半碰撞敌人所受到的伤害，盾牌是抵挡掉一半敌方的攻击所造成的伤害。盔甲同时具有斗篷还有盾牌的功效，但是防具只能够装备1种。项链和戒指可以同时装备。游戏当中还有3种与血量相关的道具，分别是蓝瓶、红瓶还有黄金羊头。蓝瓶是增加少量的血量，黄金羊头可以一次性把你的血量回满。红瓶比较特殊，它是毒药，捡到之后血量会下降。这些东西到后面都会给大家演示。另外还有一种道具是法杖，法杖的话我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刚才那个敌人还想从链子上逃走，被我击落了。锁链或者是藤蔓，你可以通过不断的跳跃来向上快速的攀爬。前面就是第1关的 BOSS。这个 BOSS 叫做格拉顿。我打他的时候，因为手里没有特殊武器了，所以就多使用了几发跳跃攻击。跳跃攻击的伤害比咱们站立或者蹲下的平 A 要高很多。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拉斯坦，这也是主人公的名字。游戏的剧情是用倒叙的方式来讲述的。在游戏的一开场就能够见到一个国王，那个国王就是拉斯坦，他现在是在讲述他年轻时候的冒险经历。当时的塞姆王国遍地都是怪物，拉斯坦就接受了讨伐红龙的委托。我刚才捡到了一瓶毒药，血量下降了1点，但是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下降的不多。和被怪物击中相比，根本就可以忽略这点伤害。火焰剑这把武器的攻击范围是最广的，而且挥剑和发射出去的火球能够造成多段的伤害。
这里有一个分支。一般来说，分支的路线都能给你提供一个武器。拉斯坦可以站立攻击，可以蹲下攻击，跳跃起来之后还可以向上，或者是向下进行突刺。跳跃的时候拉方向的上，可以让你跳得更高。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又来到了室内的场景，游戏当中遇到的这些怪物都是比较好对付，难度主要就来自于这些机关，很多机关都是秒杀的，它不管你有多少血量，直接就是一条命。水面还有这种火焰的地形也是秒杀的。你能够明显的在这款游戏当中体验到早年的硬派街机游戏风格。通过每一个场景的时候都要小心，并且要坚决，这就是之前我在视频当中提到的你的执行力。每一个敌人你都知道怎么对付，但是流程长了难免犯错。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叫做斯莱伊，看起来是一个剑士，但是主人公拉斯坦对付的这些家伙可能都是国王或者是一片领地的领主。上一关的武器时长没有走完，这里继承到了下一关。我录制视频使用的这个版本是世界版，如果你使用日版的话，每关过关之后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剧情交代的环节。我介绍的这些 BOSS 的资料也是来自于日版。这里的长矛机关是秒杀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机关一定不要着急，等，哪怕你手里有武器，你想把它带到 BOSS， 也要等。没有武器的话，顶多你跳起来砍 BOSS 的头。刚才我被小的火球烫到，我都忍了呀，因为如果掉到火焰里边是直接秒杀的。我捡到了法杖，刚才也介绍了这个法杖的具体作用我是不清楚的，有可能它是提升你武器或者道具的使用时间。有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科普一下。来到了第3关的室内场景，从第3关开始，难度就已经很高了。关卡当中有大量的可以秒杀的机关，
在锁链上跳跃看起来比较危险，其实他抓取锁链的时候动作是自动的，不需要咱们进行额外的操作。法杖又拿到了一个。我不清楚它的作用，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太短了，而且捡到之后没有感觉到人物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捡到了一个黄金的羊头，血量加满。刚加满就被人家抡了一斧子，而且武器刚刚过期就要打 BOSS 了。这个 BOSS 叫做巫师之王，他的名字比较长，叫做森普勒加德斯。我还是多使用了跳跃攻击。游戏当中的 BOSS 看起来都比较脆。血量确实是不多，但是你也不要被他打中很多次。如果你使用跳跃攻击的话，基本上可以拼掉每一个 BOSS。难度主要还是来自于关卡流程的设置上。如果想要打得稳妥一点，就清理掉每一个台阶的敌人之后，咱们再进行跳跃。小蓝瓶捡到了3、4个，也没有加多少。刚才的几个落石，如果没有赶上一波节奏冲过来，那就需要慢慢的在那儿等。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支路线，给了一把武器，流星锤。流星锤的攻击力可能是没有斧子高，但优点是它的射程。第4关需要操作来躲掉的坑，明显比第3关还要多。这个家伙是不是不讲武德了呀？我在链子上爬，他给了我一下。这里我为什么等的比较久呢？因为之前没少在这个地方挂掉。这种钉板的风格非常的恶魔城啊。恶魔城初代的第2关里边就会遇到。第4关的 BOSS 战，这个 BOSS 叫做龙王莱奥斯。我这里既使用了跳跃攻击，又有武器的加持，所以打 BOSS 就非常的快。很多敌人看起来是比较眼熟的。比如说这种蓝色的，应该就是奇美拉。
鹰身女妖，奇美拉是会远程攻击的，每次发射是2发。想要通关是建立在对关卡的流程比较熟悉，并且对每种敌人的习性、攻击方式也很了解的情况下，才有流畅通关的可能。刚才的落石非常的阴险，掉落在地面之后不会马上消失，还要弹一下。地上的这种长长的石笋应该也是秒杀的。左边的岩石处有一个凹槽，原本我以为里边会有什么隐藏，但之前我自己练习的时候还去探索了一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有武器就要拿。地面冒着泡的这种液体可能是沼泽，因为你落下去之后，你需要连打跳跃键才能够浮上来，而且手速要很快。第5关的室内场景看起来是山洞，和之前的关卡有区别了。拾取这些武器道具，除了你自己去碰，也可以用武器来砍。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的血量去哪儿了？见底儿了呀！我感觉自己玩的已经很小心了。给了一个羊头，瞬间就补满。这是游戏当中我最喜欢见到的道具。这个地方有难度，刚才那2个石头不对劲啊，在天空浮着。这个 BOSS 是9头蛇，这个 BOSS 还是很顽强的，坚持到了我把他的名字介绍完。第6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 ，BOSS 就是红龙。这里敌人的种类好丰富啊！刚才上边有5、6种，每种敌人只有1个。见到蝙蝠可以不躲，直接跳过去，还是以跳过脚下的陷阱为优先的事项。我的半条血又没有。刚才就是奇美拉的攻击方式，两个抛物线状的法球，给了个羊头，真是把我救了呀！血量已经见底儿了。
这里是最后一个室内的场景，和上一关一样，也是一个岩洞。这边好危险啊！我已经比较晚的跳下来了，找了一个机会，但还是被击中了。这可能是关卡的流程当中藤蔓最短的地方。这个 BOSS 超级的狠。好了，打完了，完成了任务之后，拉斯坦得到了塞姆国王给的大量财宝，这样他开始寻找自己可以建国的土地去了。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拉斯坦传奇》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